好了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是《荒野大镖客》啊，这个呢是 FC 最经典的游戏，也是来自于卡表的游戏啊。这个游戏呢，那这就不跟大家伙多逼逼了啊。当然，主角呢并不是咱们看的那个主机游戏啊，就是咱们熟知的那个大表哥啊。比如说，先是那个大伙应该说最意难平的这个亚瑟·摩根啊，对吧？我觉得也是啊，那富有诗意的这么一个游戏故事啊。那这次给大伙带来的 FC 游戏呢，我狼也是在我直播也好，做视频也好呢，也是做过了，一共是4部视频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之前也做过一部啊，就是很早期了啊，那是应该说是17年之前了吧，所以说呢没做过太多部。TAS 呢也是第一次做啊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泽尔迪亚啊，咱们 B 站的小伙伴啊，给大伙带来这么一个 TAS 的作品。这个作品呢，虽然说号称是速通，但是这个游戏的速通呢，跟人脑跟这个 TAS 差不了太多啊，差的就是在于这个打 BOSS 的时间，因为即便是人脑的话呢，它基本上在很多地方啊，它也是可以把这个通缉令找到的啊。大家伙都了解啊，这个游戏。小的时候呢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无限玩，为什么这个通不了关？首先呢，你必须要有这个通缉令啊，你才能结束这个无限循环，触发这个 BOSS 战。这个通缉令呢，是可以在每一个地图里免费获得的，就跟这个马一样，你可以免费的咯噔噔咯噔噔咯噔。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奶牛啊，当然你也可以花钱去买。钱的话呢，是有很多获取方式啊，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捡这个地上的100美金，或者说是敌方扔雷，扔出来雷呢是10美金，你看这个就是悬赏令。然后呢，再有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，比如说像每过一关，你像第1关呢给1万啊，每过一关他会告诉你给你多少个这个美金的这个奖励啊。不过要想想第1关的 BOSS。这么多小弟也算是一个黑帮大佬了啊，然后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，搅这么一个黑帮，哎，说句实话啊，真心挺难的啊。我该说不说啊，大伙儿应该能了解我说的意思啊。这个奖1万美金啊，确实很牛。那个年代的1万美金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，应该跟现在比，那就是天上和地下啊！他们也有钱变毛的时候啊，对吧？这个以前应该都叫美金，对吧？这个美元和这个金子啊是对等的啊。后来呢是这个肯尼迪呀，还是谁呀？忘了啊。这个宣布了啊，这个说这个不再跟黄金挂钩了嘛啊。但是呢，即便是不是挂不挂钩，想当年的这个美元啊，它也是非常的值钱。你记得咱们看那个小的时候，咱们看那个征途去了，潜伏的话呢，里面不就说嘛啊，只有这个美元啊，这个金条和美元才敲得响啊，对吧啊？这个呢，你看第2关是个黑色的光头啊，12000啊，多了2000块钱。多了2000块钱呢，可能是因为环境问题啊。第一关呢是一个小镇，第2关跑到这个野外了，那正这个应景咱们的这个荒野，对吧？荒野大镖客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比较凶狠。不过叫荒野大嫖客，我觉得应该更好听一些啊。这荒野，你懂的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个第2关的音乐呢。第1关的音乐当然是最经典的啊，第2关的音乐大伙儿可能就不太了解了。这个应该怎么说呢？这个第2关的音乐呢，其实真的是非常应景。你看这个正好野外，而这关呢听起来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啊？听起来还是比较这个阳光的啊，没想到这么阳光啊。当然，这里面跟大家伙讲讲，小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吃这些道具干什么用的。首先呢，也无非就是加子弹、加射程。子弹的话呢，咱们可以买啊。这个牛头干什么用的呢？大家伙可以看到啊，你可以去吃一下。当你吃了之后啊，我只能说那就傻了啊。这个移动速度和射程就降1级。好 ，OK。你看，你打出来之后呢，通缉令下面有个牛头在坑你啊。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牛头干什么用的啊。这个牛头是负面 buff。首先呢，咱们大伙儿刚才都了解啊，这个金钱呢就是钱袋100，然后呢吃那个靴子啊，就是加移动速度啊，最高为4级。枪的话也是啊，你吃枪的话呢就是射程，最高呢也是4级。所以说你吃满了的话呢，就没有必要了。然后子弹呢，就是说你各种子弹呢都加28。
但是这个各种子弹呢，你像咱们这个子弹，很多人说不是无限的吗？没毛病啊，你这个子弹是无限的，可以看到啊，咱们现在调成了这个散弹，这个各种子弹啊也是无限的。你比如说，如果说咱们像这种，有的子弹呢是这个穿甲弹的感觉啊，打出来非常有质感，给人一种伤害也非常高的感觉啊。然后呢，这个 power 呢就这个就是全屏杀啊，这个。大伙都了解啊，全屏杀的话就是类似于像魂斗罗里面的那个吃完之后全屏震啊，然后咱们这边也有无敌的道具啊，比如说蓝色的风车呢，就是一定时间内无敌，就跟魂斗罗里的 B 啊一样啊，包括像这个冒险岛里的小蜜蜂啊，还有这个超级玛丽里面的那个星星啊一样的。OK， 咱们已经吃了通缉令，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啊。来到这个 BOSS 处，这个 BOSS 呢是一个会耍这个双飞刀的大光头，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影叫《弯刀》啊，双刀啊。可以看到，由于是咱们 pass 表演啊，基本上这个没有任何的，对吧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直接搞定。这个通缉令呢，还是这个卡普空的通缉啊，啊，卡普空的通缉啊。然后很多人说那红色的风车什么意思？红色的风车，我个人感觉就是加一条命，啊，加一条命。然后呢，这个基本上这个商店的话呢，你还可以买什么呢？就是商店也可以买子弹的。好，这边呢明显看得出来啊，是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印第安的这个部落的感觉。然后这个音乐呢变得比较有趣了啊，可以看到咱们由于变换了子弹，所以说呢惜弹如命啊。当然其实无所谓的啊，子弹呢不仅可以买。而且呢，也可以这个在击杀敌人的过程当中来获取啊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。你像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散弹方向啊，散弹枪呢最大呢可以攒这个120发，然后呢可以5个方向啊，5个小方向嘛，一个小散弹，然后再就是这个机枪，然后还有呢这个马格南，让我想起了那个马格林南啊，这个我记得当年我玩求生之路的时候，有一个这个手枪。是吧？也叫马格南啊，反正这个伤害非常高，然后大家伙应该都懂。然后再有就是护身符啊等等啊。其实这种游戏啊，我觉得即便啊咱们不用这个道具的话呢，也能通关。但是呢，并不是对吧？你要是想快的话呢，咱们各种子弹都要控制嘛。你像小的时候大伙都了解，你如果说你要进玩法，那肯定是玩起来非常不爽嘛，对吧？那没有必要说让自己玩起来不爽啊。好，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已经到了第3关。那前面呢是一个叫西克维尔镇啊，西克斯维尔镇，一个叫巨岩镇啊，这个呢叫科曼人的村庄。这我以为是印第安人啊，他这个叫科曼人啊。然后呢，武器呢是火球，赏金，哎，这里这个赏金啊就不一样了啊。你看刚才大家伙看到了啊。第1关1万，第2关12000，感觉第3关应该15000才对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直线的升了这个金钱的这个效果，它直接变成了25000啊，25000，这个不一样啊。然后在血量方面上呢，也是比这个第1关啊要多了。第1关和第2关都是4滴血，它是变成了5滴血，啊，多了1滴血啊。当然呢，它这个科曼人呢，也是印第安人的一个村庄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应该叫科曼村才对啊，他就是印第安人啊。OK， 我们看看这边是这个，只要这个帐篷里面一钻出来敌人啊，直接就是突突就完事儿。其实小的时候感觉这个音乐真的很好，哎，看咱们可以看到随时随地有子弹的补给啊，每次吃一下它都加20发子弹，也就是说呢，咱们子弹是够用的啊。你携带那么多子弹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吃一下20发，基本上不亏。你看这又给一个，都有一定的爆率的啊。OK， 来商店，这个商店有个叹号啊，红头发的老大叔，还有个大妈啊，这是各种各样的商店。好，可以看到哇，这个基本上已经把刷怪的点啊设计的非常好。还有就是射击的话呢，其实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啊。首先呢，咱们一共有2个钮，对吧？然后一个呢是这个往左射，一个是往右射，2个钮一起按呢是往中间射。这个大家伙都了解啊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再呢就是上下左右，想换枪的话呢，摁一下这个选择键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暂停键边上这个键。有很多游戏呢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，比如说双截龙啊，双截龙3是最实在的啊，
它可以让咱们这个进入到里面之后呢，用选择键选择完了之后呢，可以让咱们换成各种各样的角色和道具。好，可以看到风车可以多加一个游戏的机会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好 ，OK， 这小曲儿多紧凑，多好听啊！真的，那个年代咱们用的都是这种可编辑的 MIDI 音乐的感觉，因为这个不像咱们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就把音乐像街机一样带进去，因为音乐的文件啊，要是丰富的话特别大，但是用这种音乐编辑起来就非常好。来看看，这是一个怀中抱妹杀，好，一共5滴血啊，直接搞死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噔，一共6枪啊，这个左轮一共6发子弹，咱们看看25000，你看这第3关25000，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啊，第3关是25000，但是为什么第4关这个ninja啊，它是2万？也就是说这关应该是比第3关啊要简单啊，对吧？你要这么理解，我觉得应该没错吧？然后这个忍者呢，他的武器是飞镖，赏金2万，也是5滴血，跟刚才血量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就叫ninja啊，就是通缉忍者。这关名字叫死亡山脉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山上呢还有这个类似于像这个开枪的这个洞啊。我说句实在话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伙解释啊。这关感觉呢，由于地形原因呢，反而比刚才那关打小兵的时候啊要难得多。而且后面呢还有人来，咱们无法转身啊，咱们只能等他出来然后再打。但是好在呢，咱们是有这个散弹枪。再有一点呢，地形限制呢，就是除了上方有人来偷袭咱们之外呢，就是它这个地图啊，让你可走的地方变少了。所以说呢，有一定的这个打小兵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。对吧？这个各种敌人从后路包抄啊，你也没办法。我觉得这个最理解不了的是没法回头，对吧？但是这些小兵如果就搁后面射你，你没招是吧？但是他就想走到你正面来，这就比较嘚儿啊。这关的 BOSS 呢，还有一个独特的技能叫隐身。好，刚才呢给咱们吃了一个短范围时间的无敌。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啊，反正是他在这个关，你要是不吃通缉令就无限循环。但是你吃的通缉令也无所谓啊，你吃的通缉令呢，这个不能说无所谓啊，也就是说你不吃通缉令的话，你也可以买，但是呢最好是吃，对吧？因为它在一个周目，就是你虽然说是无限循环，但是因为你没有吃或者没有买那个通缉令，但是你如果吃了通缉令的话呢，它就会直接见 BOSS， 不会出现这个重复的啊，所以说也是免费。这个地图呢自动往前走，也是一个射击游戏老毛病了啊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让你像你控制往前走和系统自动往前走，这个没办法。这样的话呢，所以说这个游戏的速通啊，就显得稍微有点嘚儿的啊。OK， 我操，感觉这个子弹是没躲呀，感觉是不是啊？你可以看到啊，有一种没躲的感觉，是射程到了啊，应该是射程到了，或者说这个图像就是没达到。类似于像那个一针蹲起，玩魂斗罗的人应该了解。有的时候看起来就是，哎，子弹都打到你了，是不是开无敌了啊？但是确实没有。OK， 这小兵从后面来是真挺讨厌的啊。正所谓腹背受敌，这个很难受。OK， 是一个 power， 哎，你看非常的阴险啊，一个 power 呢。左右2个羊头，你说讨不讨厌啊？非常非常讨厌啊！噔噔 ，OK， ninja， 音乐都变了。OK， 会隐身，一打一冒烟啊！好，一共5滴血，还差最后1滴血。感觉这关的防御力非常高，但是它的这个攻击的范围啊，感觉不如刚才那关。所以说他这个通缉呢，可以看到一个帅哥，紫衣帅哥拿个小手里剑，直接啊2万。想想啊，比现在的2万美元都已经很值钱了，何况当年的2万美元呢啊！来看看这一关，这又是个肌肉男，这有点像那个什么啊，这也是2万。这关的 BOSS 有点像那个超合金黑光。
有人看过那个《一拳超人》，应该知道啊，这个英雄协会里面 S 级，S 级的这个一个角色啊，已经很强了，但是呢又不是特别强啊。好 ，OK。当然，很多人问这一关是啥？这一关的话，这肌肉男啊，主要是啊，叫这关的名字叫夏安河，就是一条河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关呢，它的血量呢，虽然说它赏金只有2万，但是它的血量呢有足足的6滴血。那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确实啊，这个肌肉男的话应该懂啊，名字叫乔啊，这个听起来呢就是这个叫，对吧？JOE， 我记得这个《拳皇97》里面这个东丈啊也是叫这个名儿，是吧？叫，对，但是呢，名字叫 Fatman 叫，也就是说，这个 Fat 是胖的意思，胖人啊，胖子乔，让我想起了大伙儿看没看过一个电影，叫什么？叫这个《死亡飞车》，也是杰森斯坦达啊，郭达斯坦森啊，反正你怎么叫都行。那个演员演的一个早期他演的一个硬汉的电影。哎呀，然后那个电影我也经常看，后来还出了好多别的部，但只有第1部应该是他演的啊。然后那里面的这个男2号啊，也不能说男2号吧，刚开始以为是反派，后来发现呢，这个对吧？跟主角混了啊，是个男通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他名字也叫乔啊，我印象中啊。OK。是该吃这个爆炸的这个全屏阵还是要吃的啊。好，进到水里，感觉在水里面行动的速度还如此之快。这关的这关里面的这个敌人啊，在水里的非常多。你这关不应该叫那个什么夏安河，这关应该叫这叫什么来着？梁山坡啊，对吧？OK， 通缉令，这家多恶心人啊！这个通缉令边上有2个这个牛头，我真是服了。OK， 来看看，刚吃完通缉令啊，就见 BOSS 了。好，6滴血，肌肉男。1、2，好，这还会铁山靠啊，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啊。好。直接打爆，这个我钢甲都给打碎了啊！钢甲都打碎了，太无敌了！当，感觉赏了这么多钱，这到哪花去啊？这一个人肯定是够花。好，来看看独眼龙，我给你打成对眼龙啊！来，这关是3万，不愧是最后一关啊，最终关，传说中老巢啊，堡垒。这关的 BOSS 呢也是6滴血。但是呢，他有2个 BOSS， 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弟弟啊，双胞胎。这个传说中最有意思，我觉得还是那个独眼龙，我给你打成对眼龙。我记得那时候沈腾，参加这个《欢乐喜剧人》的时候，经常有这个西部的这种剧啊，这种小品，里面不就是吗？啊，这个毛死长的毛啊，毛越长说明这个越狠，这个人越狠啊。好，来看看。作为最后一关啊，这个游戏剧情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啊，这个比较长一些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地方作为敌方的老巢堡垒啊，可以看出来还有各种墓碑，看起来就是丧钟为谁而鸣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音乐也变得非常的诡异。当然，这个不要以为就是小的时候都觉得喜欢听好听的音乐啊。诡异的音乐呢，并不代表它不好听啊。这个游戏呢，体验非常重要。一旦打到最后一关了，就一定要把你带入到这个最后一关的这个紧张的气氛当中。就比如说恐怖的音乐，如果对吧，都知道那个给你放好日子，给你放好运来，再给你放什么这个恭喜发财、刘德华啥的，你肯定不害怕了。他就不能给你那么整，对吧？这个再好玩的游戏是吧，也要应景。你像这个游戏，毕竟还是打杀啊。虽然说咱们杀的都是坏人啊，那个时候咱们有赏金猎人，主要就是打赏金，对吧？你如果说你面对赏金的话，你说那就是在杀人啊。OK， 来看看，来到商店，直接买了一个嘟嘟嘟，骑着小马啊，该买，
跟你说啊，这骑着小马去酒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，对不对？这个美国西部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啊，跟这个什么沙龙，我就是去什么酒吧什么的啊，各种这样的这个影视剧啊，酒吧尤其是酒吧配上美女，再来一个英雄救美，然后两个人出去单挑，背对背，对吧？走出去几步，回身开枪，看谁拔枪快，看谁枪快枪准啊。然后开枪的时候，尤其像左轮或者啥的，一开枪，另外一只手这压着啊，咔咔的干啊，感觉反正挺有意思。这个我狼的这个微信头像也是跟这个美国西部元素有关，但是并不是大家伙想象中的那种啊，是那个哆啦 A 梦啊，也就是那个机器猫啊，哆啦 A 梦里面那个大雄。大雄不是有很多个天赋吗？大雄的天赋就是，别看他这个学习不好啊，运动神经也不太行，但是他射击牛啊。然后一旦配上了射击，他的设定是一旦配上了枪，他的这个也行了。由于他常年被胖虎啊、小夫追着跑。所以说啊，你看这个通缉令藏得多深呐！然后呢，他可以这个拿着枪在地上翻滚啊，照样牛啊，照样牛啊！而且他经常被追，他虽然说啊打不过这帮人，但是他跑得快，所以说还是挺灵巧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翻花绳非常好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睡觉睡得特别快，啊，也就这么些优点了啊。然后有一集呢，就是他通过这个穿越啊，还是怎么的啊，就直接穿越到了这个美国西部啊，应该是100多年前。然后呢，这个去帮助这个镇上的这个警长啊，还有这个必须得有个妹儿，然后呢打败这个坏人啊。那个时候他那个开枪特别准，我的头像就是那个啊，就帅得要死，而且他也会压枪，真的，他真的会压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想，一个小学生会压枪也多嘚儿啊！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其实呢他已经不是小学生了啊，这是正版漫画啊，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，就是他这个离家出走，结果呢带着一些道具跑到岛上生存，真的生存到成年人，最后呢被哆啦 A 梦拿到了这个时光包金，又给他运回来，然后穿越回去。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。OK， 来看看6滴血的这个 BOSS， 可以看到带上一个红色的披风，然后呢，一共6滴血，但是还有双胞胎，所以说大家伙可以看到啊。OK， 打爆，感觉好像死了，但是没有死，让我想起了落日骑士。最后呢，他从这个身上又拿出了一个盾，还告诉你，我有个盾啊。好，弟弟死了，哥哥出场。这个哥哥说，我他妈来了。OK， 第3滴血，那么最后1滴血 ，OK， 打爆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泽尔迪亚给大家伙儿带来这么一个 TAS 作品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收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了啊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、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